楚风加入界师联盟后，众人尽管喜悦，但也不可能一直盯着楚风，所以没过多久便各自散去。不过他们也都没有急着离开界师联盟，返回界师盛会，而是留在了此处。毕竟明日还有一场盛宴。楚风离开那神圣的宫殿后，便跟随苗人龙与司马颖一同回到了苗人龙的住所。值得一提的是，苏梅也是跟了过来。她之所以跟过来，是因为楚风要传授她阵法，那座能够抑制苏梅反噬之力的阵法。虽然这是正事，但却也是二人单独相处的一个机会。此刻二人独处一室，楚风已经将那神奇的阵法传授给了心爱的苏美。眼下苏美正坐在楚风的怀中，一脸亲昵的与楚风交谈着。这对小恋人难得单独相处，都格外珍惜此刻的时光。楚风哥哥，你果然厉害，若不是师尊传授我力量，怕是一辈子我都没有追赶上你的机会了。但是哪怕如此，我还是没能逃脱被你这家伙超越的命运啊！天才什么的，果然还要数我楚风哥哥最厉害。当年在青龙宗刚遇到你的时候，我只觉得你是个毛头小子，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强。苏美故作酸气，但却一脸甜蜜地说着，她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段与楚风相识相知的时光。傻丫头，你现在的修为可是还要远强于我，你堂堂9品武王，我这6品武王，不知要追赶到什么时候才能追上你。更何况你又不可能一直停滞不前，我能感觉到你现在的气息很充裕，相信不久就可以尝试突破半地境了吧。楚风笑着说道，想不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不愧是我的楚风哥哥。其实我距离半地的确很近了，事实上我已经突破过2次了，可惜都失败了。不过我已经找到了一些门道，领悟了一些契机，我只需要再做一些准备，最多再突破3次，我定然能够踏入半地境。提及此事，苏梅也是颇为的得意，因为她的确快要踏入半地境了。半地，9州大陆的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境界呢，要是让你的家人知道你如今已经快成为半地了，不知道他们会有多高兴。楚风笑着说道，是啊，当初的我可真是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的我想着只要能踏入天武境，成为一位天武强者就知足了，没成想我如今都居然要与地字战连上关系了，想想都兴奋呢。提及此事，苏梅也是一脸的开心，都是修武者，有谁不希望自己的修为越高越好？毕竟这对修武者来说，境界是一种荣耀。楚风，出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怒吼突然在外面响起，是林叶舟，他来这里做什么？听着这个声音，苏美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他已经从林叶舟的声音中听出来了，对方是来者不善。可是只要想到好不容易能找到个机会和自己朝思暮想的楚风哥哥单独相处一会，却被这个家伙来搅局，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真是在哪里都有不安宁的人啊！算了，出去看看吧。然而楚风则是不以为然，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从容的便走了出去。而来到外面之后，楚风才发现司马颖与苗人龙已经事先走了出来，正一脸不爽的看着林叶舟。不过他们却也不能对林叶舟如何，因为此时此刻可不是林叶舟自己来的，在他的身后还有他的父母，甚至连他的爷爷林苦行也来了。有这3位大人物撑腰，哪怕是苗人龙也不敢如何。毕竟不管他在界师联盟内如何呼风唤雨，但是面对界师盛会内的长老，他也只是一个小辈，尤其是在林苦行的面前，他的身份就更低了。林叶舟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此刻倒是苏美率先开口了，有左天尊撑腰的他倒是也没将林苦行放在眼中，所以他并不在乎有谁为林叶舟撑腰。见苏美一开口就向着楚风说话，林叶舟的心中顿时抖了一抖，那种酸酸的心痛感受他现在是最为清楚。他真是想不通楚风究竟哪来的魅力，迷到司马颖也就算了，竟然连苏美也对他一见倾心。不过他也没有理会苏美，因为他很清楚苏美有左天尊撑腰，身份超然，不能与其争吵，否则连他爷爷都难做。面对苏美，他最好能避就避，不可招惹。所以他直接看向了楚风，说道，楚风师弟，你别怕，我来这里并不是为难你的，毕竟你也加入我界师联盟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只是我知道你的结界之术很不错，但我不知道你修武的水平如何，所以想要与你切磋一下，看一看楚风师弟对武力的掌握是否也像结界一样精通。毕竟就算是界灵师，也要界武并修，只有修武的境界越强，结界之术也才能越强。不过当然了，若是楚风师弟害怕，那就当我没说过吧，我不会为难你的。说完这番话，林叶舟淡淡的笑了，笑得很是轻蔑，笑得很是挑衅。林师兄，这里可是界师联盟，既然你想切磋，就应该按界师联盟的规矩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才对啊。还不待楚风开口，司马颖便率先说话了。然而对于司马颖的话，林叶舟先是淡淡一笑，这才说道，颖儿师妹，好歹我也是你师兄，照顾了你这么多年，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你总应该拿我当哥哥来看吧？怎么刚来个小白脸你就向着他了，这样忘恩负义，真的好吗？你说谁是小白脸？眼见着林叶舟暗讽楚风，苏美则是不高兴了。司马颖说话，林叶舟还敢反驳一下，但是苏美说话，他却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干脆继续无视苏美，而是再度看向楚风，说道，楚风师弟，你若不敢，可以直说，我绝不为难。这个混账简直太不要脸了。楚风，不要理他，他明知道你的修为没他高，战力不如他，却还来这里找你茬，这不是明摆着要对付你吗？他就是想拿你立威，让人知道你楚风就算再厉害，也有不如他的地方。所以他既然要比，你就与他比拼结界之术，看他敢不敢赢。司马颖对楚风传音说道，显然他已经看出了林叶舟的目的，而连司马颖这个丫头都看出来了，楚风岂会看不出来？就如同司马颖所说，林叶舟来此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威。他非常清楚，相比于苏美，楚风才是他最大的威胁。
但是他的结界之术的确不如楚风，所以只能在修武这方面来对付楚风，所以他才来到这里，以武力挑战楚风。而再看看林叶舟身后站着的那3位，楚风也能够猜想出，这很可能不是林叶舟自己的想法，更多的怕还是他家人的意思。但不管如何，楚风都不会惧怕林叶舟，所以他微微一笑，对林叶舟说道：“林师兄，你说修武境界与界灵之术的强弱紧密相连，那么你是9品武王，我是6品武王，按理来说，就算你我都是黄袍界灵师，我的结界之术也肯定不如你，对不对？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直接比拼界灵之术呢？”楚风师弟，我想你是没明白我的意思。界灵之术再强，可也终究是界灵之术。若是御敌对战，最好的手段自然还是比拼武力。若是你的武力不行，就算你掌握再强的结界之术，又能如何？遇到一位修武高手，你还是要一败涂地。所以楚风师弟，听我的，绝对没错，修武才是界灵师立足的根本。就算你在专心于结界之术，但也要努力修武才对。而我今日也只会与你比拼武力，你若是不敢，那就算了。林叶舟显然早有准备，他只与楚风比拼武力，绝不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而对于林叶舟的反驳，楚风也不意外，而是再度一笑，说道：“我听明白林师兄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结界之术再强，也终究不是修武者的对手。界灵师就算再强，也敌不过修武高手，对吧？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毕竟的确有很多伟大的界灵师能够凭借结界之术击败同水平的修武者，只不过那都是伟大的界灵师，对结界之术理解极深的前辈们。至少你我这个层次的界灵师，还没有结界之术的战力强过修武者战力的。”林叶舟解释道：“毕竟这里是界师联盟，他可不敢贬低界灵师。不，我对于林师兄的看法并不认同。”楚风反驳道：“你的意思是，你的结界之术就强于修武的战力吗？”林叶舟冷然一笑，却满是讽刺的意味。他在暗讽楚风自大，虽然承认这一点，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这的确是个事实。我的结界之术的战力的确强过我的修武战力，就算我用结界之术与林师兄的修武之法比拼，怕也是未必会输。假如林师兄若是不信，那你可以用修武之法，我用结界之术，你用武技，我用阵法，咱们来场切磋，谁都不用留手，谁都不用放水，真刀真枪的来一场，用胜负来说明事实，这样可好？”楚风笑着说道，脸上挂着自信的笑意。“难不成你以为我会怕你？”林叶舟冷声说道。他虽然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很强，但他还真就不信，他这堂堂9品武王，外加3品逆天战力，能够与寻常的3品半地一战的强大实力，会败给楚风。既然如此，那就试一试吧。而楚风也是从容不迫，迈着优雅的步伐，脚踏虚空的来到了天际之上，做好了与林叶舟交手的准备。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见状，林叶舟也是踏空而来，站到了楚风的对立面。而从他此刻的目光中也能看出，他对楚风真是恨之入骨，是要狠狠地教训楚风一番。然而就在二人将要交手之际，一道金光冲天而起，竟铺天盖地，将这方天地封锁隔离，切磋而已，没必要张扬，就在此处私下解决吧。苗人龙开口说道。原来是苗人龙用结界之术封锁了此处，让外面的人看不到楚风与林叶舟的交手。而他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他对楚风没信心，毕竟林叶舟可是9品武王，真正的武王巅峰。哪怕楚风的结界之术很强，但他也不觉得楚风能够胜过林叶舟，所以他要封锁这片区域，为的是就算林叶舟击败了楚风，也不让外人看见。而只要没让外人看见，自然也就立威无效，白忙活了一场。然而就在这时，林苦行忽然抬手一拳，将那遮天蔽日的结界轰碎开来。切磋而已，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何必遮遮掩掩？林苦行出手之后，袖袍一挥，冷声说道。见到这一幕，苗人龙也是眉头一皱，颇为动怒。毕竟林苦行此举乃是在打他的脸，不过碍于对方的身份，他却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选择隐忍，不必遮掩，反正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话音刚落，楚风的身体便光芒大生，如同蛟龙出海，天神下凡，携带金光之势掠向林叶舟。一切来得太快，只在电光火石之间，当楚风自林叶舟的身旁掠过，站在他的身后之际，林叶舟才刚刚反应过来，这怎么可能？而这一刻，林苦行、苗人龙等半地巅峰的强者皆是目光一闪，神情大变，脸上布满了吃惊之色。起初苏美、司马颖等小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楚风的出手实在太快了，哪怕他们也看不清。但是在下一刻，他们便明白了，林叶舟单膝下跪，忽然半跪于空，就连气息也是变得虚弱至极，而在他的腿上还有着一层淡淡的金光，正自他那单跪于的腿上急速蔓延。凡是金光蔓延之处，林叶舟的身体都如石化一般，失去力量，难动寸步。只是这一个回合之间，林叶舟竟然就败了，甚至他根本没有动用武力的机会。忘记告诉你了，虽然你是9品武王，拥有逆天战力，能与3品半地一战，很是不凡，但我如今的结界之术却能与4品半地一战，解决你也不过是一瞬间的小事。楚风缓缓开口，随后才转过身来，看向林叶舟，笑道：“不知道这场切磋，林师兄可还满意？”说完这句话，楚风又看向林叶舟的父母以及爷爷，说道：“3位前辈可还满意？3位前辈可还满意？”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混账！而听得此话，林苦行则是怒吼了一声，他不仅被楚风气得勃然大怒，还瑟瑟发抖，打脸，实在太打脸了。他蛊惑林叶舟来此处，就是想让林叶舟证明自己，让所有人都知道楚风不如林叶舟。但他想不到自己的孙子竟然如此不争气，只是一招就被楚风击败了。不仅林叶舟败了，就连他们也受其连累。
竟被楚风这样一个小辈当众羞辱，废物！盛怒之下，林苦行再度大吼一声，随后他大袖一挥，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飞掠而出，射在了林叶舟的身上。那乃是一种破风阵法，并且非常之强，直接将楚风束缚林叶舟的阵法击碎开来。但是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他知道他的孙子败了，不仅他知道，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虽说楚风与林叶舟的这场切磋是在苗人龙的住所之中举行，但是此刻在苗人龙的住所外，也有不少人在观看。他们都见到了楚风击败林叶舟的这一幕。林叶舟败了，败给了楚风，并且还是败给了楚风的结界之术。最重要的，楚风只是一击就把林叶舟击败了。如果说对于这样的结果，苗人龙等人就算在震惊，但也总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那些不知道风楚就是楚风的人，不知道击败东方泽轩的就是楚风的人，可就彻底傻眼了。在他们看来，楚风就是青木山的一位弟子。虽然楚风是修罗界灵师，但是在前段时日，他还是一个无法与林叶舟抗衡的家伙。可是现在，竟然只是一击便击败了他们界师联盟的第一弟子，这叫他们实在难以接受，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就无法接受。耻辱，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莫大的耻辱，简直就是在要他们承认他界师联盟的弟子不如青木山的弟子一般。楚风，你作弊！林叶舟忽然怒吼一声，他显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你若不服，可以再来，无论多少次，我都可以奉陪。然而，楚风只是淡然一笑，笑眯眯地看着林叶舟，不怒不气，从容无比。尽管林叶舟很强，强到不弱于青木山的秦凌云，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现在的楚风的确拥有不将林叶舟放在眼中的资本。看到楚风此刻的目光，林叶舟却是内心一颤，他怕了。如果说先前的他还很不服气楚风，但是这一刻他的确是怕了。他在楚风的目光中看到了绝对的自信，这股自信是当初的楚风所不具备的，但是此刻的楚风却拥有，这让他意识到先前楚风能够胜他并非意外，而是楚风如今的确具备这个实力。虽然他也很不甘心，前段时间他还能够一只手就捏死的小子，转眼间就骑在了他的头上，但他却也没有再说话，因为他真的害怕。他害怕的正是楚风这短时间内实力变暴涨的能力，这样的成长速度着实恐怖。我们走。眼见着自己的孙子被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林苦行也只能冷哼一声，便就此离去。楚风，你现在竟然这么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林苦行等人走后，司马颖也是冲到楚风近前。其实他早就好奇这个问题了，他的记忆中楚风可没有这么强，他很想知道楚风是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强的。我们进去说吧。楚风微微一笑，并没有打算隐瞒，于是回到殿内之后，他便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司马颖、苏美、苗人龙三人。你说你得到了九灵神图的全部力量。得知经过，司马颖更是一脸的羡慕，能够获得这个力量，还多亏了那位前辈。楚风笑着说道，这么说来，现在的你已经超越我了。毕竟我与林叶舟一样，虽能与3品半帝争锋，但却很难与4品半帝抗衡。苏美故作酸气的说着，但是脸上却尽是为楚风开心而绽放的甜美笑容。本来我的结界之术也只能与3品半帝抗衡，但是经过与东方泽轩的交手，我对结界之术的运用更为娴熟，九灵神图内的阵法更是得心应手，所以才让我的战力再度增强。说起来，我能有今天，还要谢谢东方泽轩。楚风解释道，遇强则强，这肯定是有道理的。不过说到底，楚风小友能够得到这样一场大机缘，也绝非幸运，而是你具备这个潜质，是你的潜力吸引了那位前辈，所以他才肯帮你。苗人龙很是赞赏的说道。对于苗人龙所说，楚风也是颇为赞同，因为那位前辈曾对楚风说过，他帮助楚风就是看中了楚风的潜力。虽然苗人龙等人算是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为何突飞猛进了，但是其他人可不知道。所以当林叶舟的被楚风的结界之术一击击败的消息传开之后，就如同一个超级炸弹爆炸了一般，整个界师联盟都震动了。他们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无法接受他们的第一弟子败给了青木山的弟子。直到第2日宴会举行，界师联盟盟主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楚风正式加入界师联盟，成为界师联盟的一员后，人们心中那压抑的情绪才得以释放。他们之前不开心，正是因为楚风是青木山的弟子，但是当楚风成为了他界师联盟的弟子后，他们的不开心不仅烟消而散，反而为之窃喜。只要想到这位修罗界灵师了不起的界灵天才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员，界师联盟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之狂喜。毕竟楚风的加入将代表着界师联盟更强，至少小辈之中又多出了一位超级强者。一时之间，众人举杯畅饮，更是有着无数人主动向楚风敬酒。这些人不仅有弟子，还有长老。此时此刻，宴会的喜悦气氛达到了顶点，而这全部都是因为楚风的加入。盟主，有一件事，老夫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不说吧，我觉得憋得慌；如果说了，怕又是会让你不开心。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比雷鸣还要刺耳的声音忽然响起，打破了这喜悦的气氛。是林苦行。这句话正是他说的。他不仅说了这句话，此刻更是脚踏虚空，站在了半空之上，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他这位界师盛会内的大人物。长老大人，您有什么事但说无妨。面对林苦行，界师联盟的盟主也只能如此。论身份，论实力，他都不如林苦行，怎么可能不让林苦行说话？既然如此，那我也就说了，这件事情正是关于我界师联盟的新弟子楚风小友的。林苦行说话之间看向了楚风，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眼前一亮，而苏美、苗人龙等与楚风关系密切之人
更是眉头紧皱，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他们都知道，林苦行若是说楚风的事，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个老家伙果然贼心不改，非要与楚风作对不可。楚风小友不仅是一位界灵天才，更是一位与修罗灵界缔结了契约的界灵师，他在界灵之术方面的潜力堪称无限。不过我想说的是，就算天赋再好，若人品不好，那么就算日后成为一位强大的界灵师，也只会祸害苍生，而不是造福苍生。所以楚风小友，我在这里就要劝你一句，做人一定要做好人，千万不要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林苦行对楚风说道：“这位前辈。”楚风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楚风面色平静，明知道林苦行是在讽刺他，但他仍然不卑不亢地问道：“我什么意思？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当初在应风谷村，你与人比拼界灵之术，为了获胜，你便作弊，这种行为简直无耻透顶。”林苦行忽然用手指向楚风，以极为响亮的声音大声地吼了起来，他就是要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曾在应风谷村作弊之事。不会吧？楚风的界灵之术如此厉害，也会作弊吗？这肯定是误会吧？应风谷村的小辈怎么可能比楚风强？听得此话，人群之中顿时炸开了锅，人们都是议论纷纷。尽管这话是林苦行说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太相信，毕竟楚风的结界之术如此之强，连林叶舟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可能与应风谷村的人比拼，反倒作弊？这绝对是不合常理啊！虽然众人都不相信此事，但是楚风的目光却是微微一闪，瞳孔猛然一缩，心中暗道：这个老家伙还真是够阴狠的，竟然拿这件事来抹黑自己。为了打击自己，他还真是什么手段都用，有违了他那高贵的身份。长老大人，这会不会是一个误会？界师联盟的盟主开口了，他显然也不相信此事，也不愿意相信此事。是啊，长老大人，这一定是误会吧？与此同时，众多长老纷纷附和，他们也都不相信此事。我林某人从不信口开河，更不会冤枉人。这件事乃是真实发生过的。当日在应风谷村见证此事的人可不在少数。刚好应风谷村的马村长今日也在我界师联盟做客，这件事是真是假？大家问问他便会知晓。林苦海看向了宾客席位上的马村长，这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马老村长。他们都知道，马老村长也是一位资历颇深的界灵师，他的人品非常之好，所以他们觉得马老村长应该不会说假话。而此刻，马老村长表现得倒颇为平静，他先是端起贵宾桌上的茶杯，放在嘴边轻轻地抿了一口，这才站起身来说道：“确有此事，竟然是真的。”听得此话，本已平静的人群再度沸腾，所有人都表现得异常吃惊。而此刻，林苦行的脸上也是洋溢起利奥得意的笑容，并且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就是想要看到楚风难堪和丢人的样子。不过令他失望的是，此刻的楚风表现得依旧很是平静，并未因为此事受到丝毫的影响。这个小子不知道害怕不成，还是他的脸皮真的厚道了，无所畏惧。见到这一幕，林苦行心中也是泛起了嘀咕，若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影响到楚风，那他岂不是等于白忙活了一场？不过转念一想，他又坦然了，就算楚风脸皮厚，不受外界态度的影响，但是这件事公布之后，至少让楚风的形象在界师联盟众人心中将大打折扣，这倒也算是成功的抹黑了楚风，并且这不仅打击了楚风，还间接的成全了他的孙子林叶舟。毕竟他的孙子可没什么负面新闻，所以这乃是一举两得。林苦行实在是越想越开心，开心的都恨不得想大笑出来。你这样一个小兔崽子，实在太嫩了，老夫想玩你，随时都能玩死你。爽快之余，林苦行暗中讽刺起楚风。然而在下一刻，马老村长说出另外一番话后，他的所有优越感，所有喜悦之情全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乃是极度的不爽。诸位听我说，当日在应风谷村，是我宣布楚风小友以作弊取胜的，这件事千真万确，当日有不少证人可以作证，老夫的确宣布过此事。但是今日，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个事实，揭开一个真相，那就是当日是我冤枉了楚风小友，楚风小友根本就没有作弊，是我为了应风谷村的荣誉才冤枉了楚风小友。马老村长高声说道。马老村长冤枉了楚风。马老村长此话一出，人群之中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件事简直太劲爆了，简直就像是一道惊雷，在人们心中炸响，让人们的情绪难以平复。但是要说情绪最为复杂的，那自然便是林苦行。他怎么也想不到，马老村长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马村长，你可是一村之长，可千万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不爽之际，林苦行冷声开口，话语之中竟有着几分威胁之意。我马某人此生光明磊落，从不说谎，唯一一次说谎，便是冤枉了楚风小友。马老村长并不惧怕林苦行的威胁，说完这番话后，便看向了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对不起，是老夫自私自利，冤枉了你。我知道我没有资格祈求你的原谅，但我还是要向你道歉。今日我必须还你一个公道，还你一个清白。”这番话语落下之际，他更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当着众人之面对楚风跪的认错。马老村长，您这是做什么？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楚风并未真正的放在心上，您何必如此？见状，楚风赶忙来到马老村长身前，将其搀扶起来。当初楚风的确怪过马老村长，但是随着与马老村长的接触，楚风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为人，知道他并不是坏人，相反，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所以楚风真心拿他当前辈看。事到如今，对于楚风来说，马老村长不澄清此事也没有关系，毕竟澄清了此事，也就等于毁了马老村长一生的清誉。楚风并不希望这样，
但是他没有想到，马老村长为了楚风的名声，还是说出了实情。不仅如此，还当着众人面认错，这让他感动的同时，也心疼马老村长，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楚风小友，我知道你大度，不会与老夫计较，但我必须还你一个清白，这是当初我答应过你的，我说到就要做到，否则老夫这辈子都难以心安。马老村长此刻已是老泪纵横，显然这件事也一直是压在他心头的石头，压得他非常难受，而如今终于得以放下了。虽然这件事真相大白，会保住楚风的名声，但却也毁了他的名声。不过就算这样，他也无怨无悔，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有说出真相，他才会解脱，否则这件事会一直压在他的心中，让他此生都抬不起头做人。而当马老村长说这番话的同时，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惊呆了，他们不仅知道了一个真相，更是看到了楚风的个人魅力，一种能够让应风谷村的村长为了他而甘愿放弃自己的名声，当众跪地认错的魅力。这样的魅力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后天培养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在场的很多人所不具备的，但是楚风却具备。这一刻，所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他们不但没有因为此事而对楚风的印象变得不好，反而对楚风越加刮目相看，对楚风的好感又是倍增。他们都知道，借尸联盟这一次是真的捡到了一个宝，楚风的加入对于借尸联盟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幸之事。原来是一场误会，既然是误会，解释开了便好，大家也就都不要去追究什么了。来，今日可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咱们不谈不愉快的事。今日我借尸联盟的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要不醉不归。就在这时，盟主忽然举着酒杯站起身来，他这么做自然是想尽快将此事带过去，不想让马老村长太过难堪，不醉不归。而连盟主都举杯了，在场的有谁敢不举杯？一时之间，这浩瀚的人海再度被喜悦的气氛所弥漫，但众人欢喜，只是林苦行的脸色可就如踩了狗屎一般难看。无奈之际，他大袖一挥，冷哼一声，憋着一肚子的气离开了这场宴会。这一幕被不少人看见，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挽留。毕竟在场的大人物都知道，林苦行不喜欢楚风，他在这里是个麻烦，他若走了，反倒清静。而至于那个击败东方泽轩的风楚，虽然人们都在猜想为何他没有到场，但是因为盟主没有提，所以自然也就没有人问。再加上很多人都觉得那个风楚是一位低调的天才，所以他就算不出席这种场合，那也是情理之中，还算正常。不过不管那风楚有没有出场，也无法阻挡人们对他的议论。一时之间，风楚与楚风这两个极为想象的名字成为了正常宴会热议的焦点，真是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啊！我借尸联盟不仅出现了风楚那样强力的天才，竟然连传说中的修罗界灵师楚风也加入了我借尸联盟。是啊，这真是好事一件，就是不知道楚风与风楚他们两个究竟谁更强一些。他们两个若是比的话，还真不好说。不过有他们两个，再加上苏美师妹，此次我借尸联盟参加九世狩猎，怕是要横扫其他8世了。这个不好说吧，毕竟楚风就算加入我借尸联盟，也只是挂名弟子，类似九世狩猎这种势力分明的比斗，他还是要站在青木山那边，代表青木山出场的吧。没关系，就算楚风代表青木山，但我借尸联盟还有风楚和苏美呢。你们有没有发现，楚风和风楚的名字好像除了一个姓楚一个姓风之外，简直没有区别啊？早就发现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天下这么大，同名同姓者都数不胜数，又何况他们两个还不同姓。对，一个名字而已，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他们都很强，这就足够了。是啊，这才是重点。来，为庆祝楚风师弟加入我借尸联盟，干杯！众人畅饮，全都在讨论楚风与风楚，偶尔也会有人提及苏美，但是却没有人提及他们的第一弟子林叶舟。听得众人的议论，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提一下。林叶舟的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白，别提多难堪了。因为相比于那些人，他可是知道这被人们夸到天上的风楚与楚风实际上是一个人。想到楚风在人们心中已经如同英雄一般被深深的崇拜着，他的心如同刀割一般疼。最终他也悄悄地离开了宴会，因为实在是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这场宴会足足举办了2天2夜，众人畅饮闲聊，别提多痛快了。不过再好的宴席也终将落幕。当这场宴会落幕的时候，楚风等人也终于踏上了前往青木山的旅程。这一次借尸联盟的盟主亲自领队，就连苗人龙也出马了。而除了他们2位半地巅峰的大人物外，借尸联盟还出动了138名长老。这138名长老可以说都是借尸联盟的精英，阵容相当的强大。可是除了长老级的高手之外，弟子出动的人数可并不多。算上苏美、司马颖、林叶舟、傅飞腾，借尸联盟此次总共出动了20名弟子，而这20名弟子还是在不算楚风的情况下。至于为什么弟子出动的这么少，而长老却出动这么多，那是因为九世狩猎首先就要讲一个排场，长老去少了，怎么能显现出借尸联盟的强大？至于弟子，虽说才是九世狩猎的主角，但是这一次的九世狩猎，青木山对每个势力只发出了10张邀请函。这10张邀请函虽然由各自的势力任意分配，他们挑出哪20名弟子都可以，但是说到底也只能是20个人而已。此刻楚风等弟子坐在同一艘战船之上，由于这战船乃是由长老催动，所以楚风等弟子倒也还算悠哉。楚风师弟，之前是我不好，希望你能大人不计小人过，别放在心上。忽然之间，一道传音映入楚风耳中。虽然这个传音从表面来看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听声音楚风也知道这是借尸联盟的弟子赵凯所说。楚风师弟，当初之事我本无心，还望你不要介意。而与此同时，
又一道传音映入耳中，这个声音是陈木的。这赵凯与陈木都是界师联盟的天才弟子，实力都在八品武王的境界，界灵之术也是很强，在界师联盟可以说是仅次于林叶舟与傅飞腾的天才。当日楚风刚刚来到界师联盟，他们曾率领众多天才弟子联手刁难楚风，但是却都被楚风一一击败，可谓颜面尽失。这件事可以说让楚风与他们结下了梁子。说实话，这两位也都想过要怎么报复楚风，但是随着楚风的实力变强，不仅击败了他们的第一弟子林叶舟，并且加入了界师联盟，这便让他们对楚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一番斟酌之后，他们都想要与楚风和解，但是碍于面子，又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认错，所以只好传音道歉。对于他们的道歉，楚风并未回话，但却冲着他们笑着点了点头，意思很是明了。他楚风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既然对方都认错了，那么楚风也绝对不会再拿他们当敌人。楚风就是这样的人，人不欺我，我不欺人，更何况楚风能感受到他们是真心要与自己和解的。而在赵凯沉默之后，楚风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几人的道歉，这几人都是当初刁难过楚风的人，而对于他们的道歉，楚风也都是一一回应。虽然他们没有光明正大的用语言交流，但是所有人也都能够看出来，楚风是在与那些人和解。只要想到界师联盟的这些顶级天才们终于能够和睦相处，司马颖等人的脸上也是洋溢起了喜悦的笑容。不管他们内部怎么斗，但是说到底都是一家人，如今必须要一致对外才行。楚风能与他们和解，这绝对是好事一件。楚风。然而就在这时，林叶舟却忽然站起身来，以凝重的目光看向了楚风。他的举动打破了和谐的气氛，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是神经一绷，紧张起来。他们都了解林叶舟，知道林叶舟不仅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他们一直担心楚风击败林叶舟后，林叶舟不服，会再找楚风的麻烦。而现在他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叶舟，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见状，傅飞腾赶忙站起身来，好言相劝。他可不想在九世狩猎之前，界师联盟的队伍中就先来场内讧，我的事不用你管。然而林叶舟却只是冷冷地看向了楚风一眼，态度很是恶劣。林叶舟，你还不服吗？见状，苏美也是站起身来，挡在了楚风的面前。他早就看林叶舟不顺眼了，可对方竟还敢找茬，这一次他绝对不会放过林叶舟。苏美师妹，这是我与楚风的事，还希望你不要插手。相比于傅飞腾，林叶舟对苏美的态度倒是好了很多，不过他仍在继续向楚风走来。小美，这一刻楚风也站起身来，将苏美拽到了身后。身为一个男人，他不可能让女人挡在他的身前，更何况他根本就不怕林叶舟。但是当林叶舟来到楚风的面前后，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大吃一惊的举动。他竟然双腿并齐，笔直而立，忽然弯下腰来，对楚风深鞠一躬，并且以谦卑而又生硬的语气说道：楚风师弟，之前我对你屡次刁难，乃我不对，我不管你会不会原谅我，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一声，请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和解吧。无语。众人皆感无语，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林叶舟这样爱面子的人竟然会主动向楚风认错，以求和解，并且他还不是暗中传音，乃是当着众人的面向楚风认错，这实在太有违常理，让人难以置信。楚风师弟若是真的不愿意原谅我，那就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见楚风并未回应，林叶舟也是有些尴尬，甚至有些失落。说完这句话，便准备转过身去，准备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林师兄。然而就在林叶舟刚要离开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当林叶舟回转目光之时，发现楚风不仅正笑眯眯地看着他，还伸出了和解的手掌，递到了林叶舟的面前。林师兄，我相信我们日后定会相处得很愉快。楚风微笑着说道。他不是不讲理的人，虽然林叶舟之前的确刁难过他很多次，但实际上却也并未对楚风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如今他既能当着这么人的面放下架子，主动认错，以求和解，楚风自然也要给他一个机会。毕竟有句俗话说的好，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一定。见楚风同意和解，林叶舟也是大喜，赶忙伸出手来，与楚风的手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尽管对于这样一幕人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此刻也都露出了大喜的笑容，他们都为二人的和解而感到开心。经过这个小插曲之后，界师联盟的弟子们相处的的确更为融洽了，而楚风又是一个爱说爱笑之人，所以大家的感情可谓增进的很快，至少已经从敌人化为了统一战线的师兄弟。而经过一段颇为遥远的路程之后，界师联盟的队伍也终于来到了青木领域，并且眼下已然来到了青木山。此刻楚风等人站在战船的甲板之上，楚风看着那熟悉的人与景与物，心中竟有些起伏。这种情绪若非要形容，那便是4个字：热血沸腾。当初楚风离开青木山之时可并不光彩，就算说是落荒而逃也不为过。楚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他所遭受的屈辱，但是那个时候楚风就知道，总有一天他楚风会再度回到青木山，他要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对他刮目相看，而那些欺凌过他的人，他更要对那些人加倍奉还。而现在楚风的心中一直在回想这几个字，那就是我楚风回来了。这便是青木山。好美。苏美第一次来到青木山，他知道这里是楚风的所属的势力，但却不知道楚风在这里遭受的磨难，所以他对这里的印象很好。毕竟相比于界师联盟那建在地底深处的独立空间，青木山才是大自然之鬼斧神工所雕化而成的天然美景。青木山的狗杂碎们，我司马颖又回来了，我倒要看一看，这一次你们还有谁敢欺负我。
相比于苏美，司马颖则是满面的怨念，甚至已是咬牙切齿。毕竟他在这里可是受不过不少委屈。眼儿师妹放心，此次9世狩猎就是替你报仇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会让那些欺负过你的杂碎们付出代价。我们会让他们知道，我借尸联盟的弟子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傅飞腾开口了。与此同时，其他弟子也是纷纷点头附和。他们都已经听说司马颖在青木山内所遭受的欺辱，所以来这里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替司马颖报仇的准备。虽说9世狩猎向来不约束弟子之间的争斗，但我借尸联盟与青木山毕竟是联盟势力，更何况楚风师弟也还是青木山的弟子，我们还是不要太过分为好，不然岂不是让楚风师弟为难？这一刻，最为冷静的竟是林叶舟。其实他不是不想替司马颖报仇，他只是不想破坏与楚风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林师兄，我虽为青木山弟子，但我与他们却并无关系。我楚风是站在司马师妹这一边的，这一次就算你们不替他出头，我也会的。楚风说道。明白了，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听得此话，林叶舟顿时大喜，他已经知道楚风不会插手他们对付青木山弟子的事了。诸位师弟师妹听好了，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让那些狗杂碎付出代价。林叶舟很是兴奋地说道。好，而傅飞腾、司马颖等弟子更是一同响应。这一刻，在场之人都很高兴，尤其是借尸联盟的弟子们，只要想到将要替司马颖报仇，他们也是变得既紧张又兴奋起来。在这种热血涌动的情绪之下，楚风等人已然进入了青木山的核心区域。此刻，在一座辽阔的广场之上，聚集着不少人马，他们都是来迎接借尸联盟的。而除了青木山的人外，还有一些人，那些人是不属于青木山的人，而这些人自然是分别来自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金甲城、八荒岭、铸剑山庄、万花绣院的人马。虽然长老居多，但是弟子也有到场的。他们来这里，表面上是出于礼仪迎接借尸联盟，但实际上是想探一探借尸联盟的虚实，主要就是想看看这一次9世狩猎，借尸联盟派来的弟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在各方势力都将目光聚集在从天而降的借尸联盟战船之时，战船上的人也在观察着广场上的人，楚风便是其中之一。楚风发现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金甲城、八荒岭、铸剑山庄、万花绣院这些势力的穿着打扮都是各具特色。玉水宫的穿着打扮颇为朴素，像是道士，与青木山的道颇为相近，只是不如青木山这般脱俗。至于火灵殿，身穿黄衣，但却布满红色的火焰图案，乍一看很是抢眼，但楚风却觉得他们的穿着很像邪教，至少他不喜欢。而除了玉水宫、火灵殿外，其他势力的穿着打扮也都各有各的特色，但相比于他们那标志性的服饰，楚风更在乎他们的实力。不过仔细观察一番，无论是弟子还是长老，其实实力都相差不多，9世之间的确很难分辨出明显的强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万花绣院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皆是女子，并且个个貌美如花，气质优雅，尤其是年轻的女弟子们，更是宛如仙子一般，美丽动人。楚风不用想也知道，这万花绣院定是一个只收女子的势力，否则不会连一个男子都没有。尽是气质不凡的美女，虽然都是女子，但她们的实力却也不容小觑，至少不弱于其他几座势力。但是此刻出现在楚风视线内的势力，楚风最为关注的却是咒土门。楚风可不会忘记，当初在东方海域，他面临的最强敌人并非是东方海域那些可以呼风唤雨的前辈们，而是那几位年纪轻轻却强大到宛如怪物一般的存在。那是以将七杀为首的几名年轻人，而他们不仅来自5支圣土，更是来自同一座势力。那座势力正是咒土门。冤家路窄啊，这样也好，新账旧账可以放在一起一并清算了。看着咒土门的人，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浅笑。虽然将七杀等人造下的孽实际上与咒土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东方海域的时候，楚风就已经下定决心，他要与这咒土门势不两立。如今终于遇到了咒土门的人，楚风自然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好好的招待一下咒土门的弟子。除了外门之人，楚风的目光自然也注意一下青木山的人，而楚风的目光最先注意到的便是一名中年男子。他长相平平，就连身材也是不高，穿的也是朴素，竟是简直的不一。可是此人却威严十足，仙风道骨，只看一眼就知道他来历不凡，是一位大人物。此刻这位正站在青木山众人的最前段，霸气凛然，让人只看一眼就畏惧3分。那便是青木山的掌教独孤星风吧。司马颖开口了，尽管他对青木山印象极差，但是看到那位之时却是一脸的尊敬。青木山掌教人称独孤真人，他可是一位传奇人物，9世现任的9位掌教之中，虽皆是半地巅峰，但若非要排个名次，第一怕是非他莫属。此刻林叶舟也是开口了，向来桀骜不驯、自命不凡的他，竟然对那独孤星风如此敬重，甚至亲自承认独孤星风比他借尸联盟的盟主还要强。虽然楚风也早有猜测，这位中年男子可能就是青木山的掌教，但是听了林叶舟等人的话后，他就更加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只是楚风没有想到，他青木山的掌教竟然这么出名，就连借尸联盟的弟子对他也是此般佩服。而在青木山的掌教独孤星风的两侧，还站着2个熟悉的身影，一个是白猿半帝，另一个则是楚风恨之入骨的人拓跋沙狂。白猿半帝与以往一样，和善之余也不失威严，很是亲切。拓跋沙狂人如其名，凶恶的外表中更是散发着浓烈的杀气。但是此刻再看到拓跋沙狂，楚风已是没有当初那般惧怕他。如今随着楚风的精神力变强，
拓跋沙狂与白猿半帝的修为已不再像当年那般难以捉摸、深不可测。哪怕他们有意隐藏，但楚风也能够一眼就看出来他们的真实修为。白猿半帝与拓跋沙狂一样，都是7品半帝的境界。虽然这个修为已经很强，但是距离半帝巅峰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只要想到此刻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众强者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修为，楚风就知道他离开青木山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确成长了不少。众位掌教，3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此刻战船已然落下，界师联盟盟主率领苗人龙等长老一同飞落而下，向诸位掌教打起了招呼。至于弟子们，则是紧随其后，不言不语。毕竟这种场合可没有他们说话的资格。虽然不能说话，但这也不影响九世的诸位弟子们相互观察，他们都想看一看此次他们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快看，那人怎么穿着青木山弟子的服饰？忽然一阵惊呼在心中响起，而在此之后，这样的惊呼更是此起彼伏。楚风身穿青木山弟子的服饰，站在界师联盟弟子之中，那自然是相当的扎眼。楚风他怎么和界师联盟的人混在了一起？而这一刻，一位青木山的弟子更是一个没忍住，直接把自己心中惊讶的话语给当场说了出来。他此话一出，那些正在彼此交谈的大人物们也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看到楚风之后，脸上多少都浮现出了一抹诧异。独孤掌教，此次前来有一件事还要与你说一下。楚风小友资质甚佳，我已经邀请他加入我界师联盟，如今是我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见状，界师盟主对独孤星风解释道：什么？这个家伙竟然被界师联盟邀请成为挂名弟子？听得此话，诸位弟子皆是大吃一惊。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不同寻常，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获得的资格。这挂名弟子可以有自己的正属势力，但是却也能在界师联盟挂一个头衔，他可以继续效忠自己所在的势力。但若是他出了什么事情，界师联盟也会出手相助。挂名弟子非同寻常，这可以说是一种荣誉。能够成为界师联盟挂名弟子的，那绝对都是一等一的界灵天才，在界灵之术上有着很深的造诣。所以楚风既然成为了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这自然让众位同辈中人既羡慕又怀疑。楚风没有隐藏修为，不过是6品武王的他，人们真是看不出他究竟哪里有过人之处，竟能获得如此殊荣，而连外人都是这般羡慕。那青木山的弟子们心中就更不是滋味了，尤其是白云霄、齐言宇、赵金刚等人，他们都是与楚风有着很深过节的人，他们可都不希望楚风越混越好。此事当真。然而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的脸色却微微一变，他的反应不容乐观，没有喜悦，相反竟有着一抹不悦。独孤掌教，此事事发突然，你不会怪我没有先给你打声招呼吧？界师盟主察觉到了不对，赶忙解释：当然不会。独孤星风淡然一笑，随后说道：来，既然诸位掌教都到齐了，那我们就换个地方聊吧。许久不见，我们也是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了。话罢，独孤星风便率先起身。见状，其他各势力的弟子也都纷纷起身，各自离去。而在自家掌教长老们都离开后，九世的弟子们也没有相互交谈，也都纷纷离去，返回了各自的居所。你们还记得我吧？然而就在青木山的弟子准备离开之时，司马颖却忽然开口了：自然记得。见状，白云霄等人也是淡然一笑。虽然看到司马颖来到这里，他们也很意外，但他们却也并未惧怕，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你们替我转告那个姓陶的一声，这次九世狩猎叫他小心一点。司马颖冷冷地警告道：当初他来到青木山本是做客，但却被陶香雨一顿暴打，所以司马颖最恨的人就是陶香雨。放心，我一定会转告给陶师妹的。不过我想替陶师妹说一句，要小心的可不是他，而是你。白云霄不甘示弱地回道。听得此话，司马颖顿显怒容，本想破口大骂叶儿师妹，何必与他们废话，到时候我自然会让他们向你跪地求饶。然而还不待司马颖将话说完，林叶舟便开口了。见林叶舟开口，白云霄虽然很是不爽，但最终还是将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他与林叶舟不是一个级别，就算这里是他的地盘，他也不敢与林叶舟太过放肆。毕竟林叶舟与傅飞腾那可是9品武王的存在，在青木山上能与他们两个抗衡的，也就唯有秦问天与秦凌云了。惧怕之际，白云霄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冷笑着说道：楚风，跑了那么久，还以为你不敢回来了，没想到是去投靠界师联盟了，你可真是有种啊！不过你千万不要觉得投靠了界师联盟，回来后就会安然无恙。秦师兄说过，这青木山有他没你，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对于白云霄的挑衅，楚风只是轻蔑一笑，随后说道：手下败将也配威胁我？听得此话，白云霄气得脸都绿了。毕竟当初被楚风击败，这是事实，但也正是这个事实，成为了他永远的痛。是那一败，让他失去了青木榜第4的名头；是那一败，让他挂上了不如楚风的印记，成为许多人眼中的笑柄。所以他恨自己，更恨楚风。他这段日子一直刻苦修炼，就是想增进实力，待得遇见楚风的时候一雪前耻。但是当此刻他真的再度遇到楚风了，却没有了挑战楚风的勇气。他不仅害怕失败，他更害怕楚风。原来在那一败之后，他就已经从内心深处深深的惧怕着楚风，只是他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咱们走着瞧。白云霄也只是丢下这样一句，便转身离开。除此之外，他也别无他法。还是楚风厉害，一句话就堵得他们无言以对。见楚风将白云霄等人逼走，司马颖美的拍手叫好，看着白云霄等人那离开之时难看的脸色，他的心里别提多爽了。而这都多亏了楚风。诸位小友，
我们早以为你等准备了上好客房，随我等来吧。就在白云霄等人离开后，几位青木山的长老走了过来，他们是负责为林叶舟等人安排住处的，已经在此等候许久。楚风师弟，你确定能够获得此次九世狩猎的邀请函吗？然而就在将要分别之时，傅飞腾却有些担心地问道：九世狩猎，此次每个势力只发出了20张邀请函，按照规矩，青木山也只能派出20名弟子参加。楚风很久没在青木山，谁都不能确定楚风是否会能够收到邀请函。若是没有邀请函，可是没办法参加九世狩猎的。是啊，楚风，若是你不能参加，那我们岂不是也很无趣？苏美小脸上也是露出了担心之容，她可不在乎什么九世狩猎，她只希望能与楚风多一些相处的时间。这个诸位放心，据我所知，邀请函发出后，若是有没收到邀请函的弟子，对那些收到邀请函的弟子有所不服，是可以发出挑战的，而只要挑战成功，那么胜者就有获得邀请函的权利。假如青木山没有给我留邀请函的话，那么我也能够拿到邀请函，因为在这里我不服的弟子实在太多了。楚风淡然一笑，别有他意，哈哈，懂了，那楚风师弟，我们就先到此，晚些时候我们再去府上拜访。林叶舟等人说道，一定要来。楚风来的路上就邀请过林叶舟等人到他的府上做客，毕竟青木山也是他的地盘，来到这里他需要尽一下地主之谊。放心，一定一定。林叶舟等人纷纷点头，便各自跟随长老离去。楚风回到自己的府邸，便闭目养神。到了下午，林叶舟等人在长老的引路下，也都纷纷来到了府邸之中。这场朋友间的聚会也就开始。虽说如今白若尘不在了，修罗部也解散了，但修罗部那些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们，也都是楚风在青木山的朋友，所以他如今归来，自然也就将王威、方拓海等人邀请了过来。王威、方拓海等人见到楚风安然无恙的归来，别提多兴奋了，并且他们居然也都听说了楚风成为界师联盟挂名弟子的事情，一个个的就更别提多兴奋了，都为楚风而感到骄傲。毕竟在他们的心中，楚风可一直是他们的老大，而像他们这样平庸的弟子，能有这样了不起的老大，也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对于此事，楚风除了微微一笑，但却也不得不感叹，这青木山弟子传递消息的速度实在是越来越快了。他相信，怕是不久，整个青木山就都知道，他楚风如今不仅是青木山的弟子，也是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了。楚风不知道这个消息散开后，那些人会怎么看他，但是这也无关紧要。他楚风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只求做好自己。而聚会之上，除了吃美食、喝美酒，最重要的自然还是闲聊扯淡，促进关系，拉近友谊。苏美那个丫头更是借着喝酒的幌子，故意装醉，与楚风卿卿我我，缠着楚风不放手。这样一幕，可羡慕坏了在场的所有男弟子。毕竟苏美这样的美人，是个男人就喜欢，更何况她还是界师联盟的圣女。不过虽说羡慕，人们却也没有表现出不爽，因为在心底里，他们也都清楚，能够配得上苏美这种姑娘的，也只有楚风这样的男人了。不过，可能是在场的都是林叶舟、苏美、傅飞腾、司马颖这种最高级别弟子的缘故，王威、方拓海等人倒是显得有些不敢说话。不知我走的这段时间，他们有没有在为难你们？他们不说，便只有楚风主动问了。楚风离开的时候，其实最放心的部下的就是王威等老部下，毕竟他们对自己可谓是忠心耿耿。没有，有白猿长老在，他们不敢对付我们。王威回道：那就好。楚风点了点头，整个青木山只要王威等人没事，他也就放心了。不过就算这样，楚风也仍旧不会放过那些欺辱过他的人。楚风师弟，如今你都回来了，我们修罗部是不是可以重组了？好多弟兄都等着呢。方拓海插话道，提及此事，他一脸的兴奋，会重组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楚风笑道，什么时候重组？可要通知老夫一声，老夫可送上贺礼。忽然一道笑声在店外响起，而由于店门未关，所以人们顺声观望，都能看到一位老者的身影正自店外踏步而来。弟子拜见白猿长老。见状，楚风等弟子赶忙起身上前施礼，就连林叶舟等界师联盟的弟子也是上前施礼。虽说白猿半帝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半帝巅峰，谈不上顶尖，但是他的名声一直很好，很是受人爱戴，不必拘礼。你们难得相聚，都回到座位上吧。白猿半帝面带微笑，也没有长老的架子，竟与楚风等弟子一同坐到了餐桌之上，举杯畅饮起来。楚风，今日我来，其实是想确定一下，你真的加入界师联盟了吗？白猿半帝问道。楚风如今的确已是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楚风点了点头，也好。白猿半帝笑了笑，但却笑得有些勉强。白猿长老，是不是掌教大人对于我加入界师联盟之事有些不满？楚风明察秋毫，自然注意到独孤星风得知他加入界师联盟时那不自然的表情。白猿半帝继续笑着，没有回答，但却也在无形之中给了答案。真是让我失望。素闻独孤真人乃是一代传奇人物，却想不到他竟然如此小肚鸡肠。我界师联盟早就与其他8座势力定下规矩，若8世之中有擅长界灵之术的弟子，都可成为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8世也都已能有弟子成为我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而感到骄傲，毕竟这也能够彰显得出他们培养弟子的能力。可是堂堂独孤真人怎就如此小气？司马颖一脸不高兴地说着。司马姑娘，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越是喜爱，越是独占，其他弟子也就算了，但楚风可是特殊的，至于他哪里特殊，我想你们也都清楚。如若不然，你界师联盟也不会屡次邀请吧？白猿半帝解释道。听得此话，司马颖等人也是不知说什么是好了。的确，楚风实在太过优秀，如果说楚风从一开始就是他界师联盟的弟子，那么他界师联盟
他也是不会愿意楚风再与其他势力有什么瓜葛。所以这样一想，他们倒也是能够理解独孤星风了。人都是有私心的，尤其是所爱之物，人都希望能够专属于自己。不过楚风掌教大人也没有责怪于你，今日来此，我虽是受他的托付，但却并不是质问你这件事的，而是掌教大人让我将这个转交给你。白猿半帝说话间，将一张邀请函递给了楚风，那正是九世狩猎的邀请函。这一刻，林叶舟、苏梅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安心的笑容。他们之前还担心楚风没有参加九世狩猎的资格，可现在来看，他们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楚风，记住，你与他们不同。我说句不好听的，林叶舟这样的弟子，就算再优秀，但100年之内也定会出现几位。可你这样的弟子，莫说1000年，就算是10000年，也未必出得了一个。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器重你。掌教大人更是深知这一点，所以才叫我照顾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怪掌教，他也只是太在乎你罢了。楚风接过邀请函的一刹那，白猿半帝的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的耳中。晚辈明白，楚风并不怪独孤星风，他明白白猿半帝所说的意思。正是因为独孤星风器重自己，所以才不想楚风与界师联盟有瓜葛。他希望楚风能够完完全全的属于青木山，而眼下楚风已与界师联盟有了瓜葛，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所以独孤星风就算不开心，但也只能认命。从他让白猿半帝来给楚风送邀请函，就看得出来，独孤星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他依然很器重楚风。楚风怎么可能去怪罪一个器重他的人？就像一个关心你的人责骂你，但却是为你好，难道你会记恨他？诸位小友，老夫还有事，这就先走了。对了，明日便是宣布此次九世狩猎规则的时候了，你们几个可千万要到齐，说不定你们中的谁就会成为扛旗人。说完这番话，白猿半帝便笑着离开。而听到扛旗人这3个字，林叶舟等人彼此互看一眼，脸上都涌现出了一抹期待。扛旗人，这是九世狩猎的一种荣誉。9座势力如果有20人的话，那么每座势力就要选出2名扛旗人，这2名扛旗人拥有领导其他弟子的权利，而这扛旗人由谁来当，则由各个势力的掌教来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想获得这个殊荣，这是能力的肯定。而如同林叶舟这种，更是自信肯定能够成为扛旗人。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是界师联盟扛旗人的首选。不过今年有所改变，有苏美的存在，他知道他已经不是首选了。但就算苏美是首选，可是扛旗人乃是2个名额，他自信第2个名额肯定是他的。不过他也要感谢楚风，他感谢楚风代表的是青木山，而不是界师联盟。假如楚风代表的是界师联盟而出战的话，那么很显然，那第2个扛旗人的名额也与他没关系了。真不知道这一次九世狩猎会是怎么一个玩法。听说此次九世狩猎举办的地点可是一处远古遗迹，远古遗迹那可都是相当危险的地方。九世狩猎每次的规则都有所不同，所以想到此次九世狩猎的规则将要公布，司马颖等人都是变得既好奇又兴奋起来。楚风，你好像并不关心这九世狩猎的规则，你就这么有信心，肯定能获得第一吗？见众人讨论的异常激烈，可是楚风却不插话，宛如旁观者一般。司马颖好奇地问了起来：第一吗？我并不在乎这个。楚风笑了笑，他说的是事实。此次楚风参加九世狩猎，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乃是远古遗迹内的宝藏。楚风想的是怎样才能获得那宝藏，而不是获得九世狩猎的第一。所以九世狩猎的规矩，谁做扛旗人，对楚风来说都无关紧要。他最在乎的是能否成功获得那宝藏。毕竟对他来说，九世狩猎的第一乃是虚名，而那宝藏可是能够增强他修为的关键。毕竟那是当初楚风加入青木山的目的，而如今这个目的地终于离楚风不远了。对了，诸位师兄师姐，你们今日刚到，一定不知道此次我青木山内来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吧？忽然方拓海插嘴说道：了不得的人物？谁啊？王威之话成功吊起了众人的胃口，他们年纪轻轻，好奇心重，最喜欢这种八卦话题了。了不起的人物，九世的掌教都来了，在他们的面前还有什么人称得上是了不起的人物？难道有5帝强者来了不成？傅飞腾不屑一顾地说着，他知道5帝强者9世之中皆有，但他们高高在上，专心修炼，追求那更强的境界，很少理会这种世俗之事，所以自然不会来参加这种事情。而除了5帝强者之外，也很少有人能够提起他林叶舟的兴趣，所以相比于他人，他对于这个话题则并不感冒。不是5帝强者，但也不是9世的人，可这个人却打了9世的一位当家长老。方拓海显然没有意识到林叶舟的不屑，自顾自地继续说着：一个外人打了9世的当家长老，那得是多大的胆子？听到这里，有些人明白了，每次9世狩猎，虽然9世是主角，但也都会邀请一些其他势力来凑热闹，甚至有些势力的弟子也会参加竞技。而听方拓海这么一说，他们都能联想到，肯定是有其他势力的人打了9世的人。可是那些势力相比于9世，都是小门小派，与9世都有着很大的差距，连他们的弟子都不敢招惹9世的弟子，怎么还有人敢打9世的当家长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啊！此时此刻，司马颖等人更加好奇了，就连先前还不屑一顾的林叶舟也是提起兴趣，将耳朵凑了过来。事情是这样的，玉水宫的银蛇真人大发善心，将许多外门势力的掌教和长老叫到了一起，向他们传授修武之道。但一位外门势力的掌教却当场指出，银蛇真人所说不对，乃是误人子弟。听得此话，银蛇真人当场暴怒，想要教训那人，可不曾想只是一个回合，银蛇真人便被对方打倒在地。方拓海说道：你确定是玉水宫的银蛇真人
被一个外门势力的掌教一个回合打倒在地。傅飞腾问道：“银蛇真人，非同小可，虽不是半地巅峰，但却也是一位高手。他无论是实力还是名声，都是能与青木山的白猿半地相提并论的存在，在九世之中也是颇有名气。他这样的高手，怎么可能被外门势力的掌教一个回合就打倒在地？千真万确，的确是银蛇真人被打了。后来此事惊动了不少人，玉水宫的掌教更是亲自出马，可是不知为何，最终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都没能对那个人如何。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临走之前还对玉水宫的掌教说，让他管好自家的长老，不要信口开河误人子弟。你们说那个人屌不屌？”方拓海一脸崇拜地说道：“厉害，这也太厉害了！定是有不出世的高人来到了青木山，不然不可能连玉水宫的掌教都奈何不了他。这位师弟，你快告诉我，那个人究竟是哪座势力的掌教？他叫什么？”“是啊，你快说！”傅飞腾等人很是好奇地追问起来。“说来也巧，他与你们一样，都是联盟领域的人。至于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他的势力好像叫做落叶竹林。”方拓海说道。“落叶竹林？你确定是落叶竹林？”林叶舟问道。“应该就是落叶竹林。”被林叶舟这样一问，方拓海也不敢确定了，但他的确记得那个人所在的势力是叫落叶竹林。胡言乱语！落叶竹林的掌教连银蛇真人都打不过，怎么可能吓退玉水宫的掌教？林叶舟冷哼一声，有些气愤，他觉得自己被骗了。毕竟落叶竹林他可是听说过的。事实上，他不仅听说过，还见过落叶竹林的掌教，知道落叶竹林掌教是什么水平。虽是半地，但谈不上真正的高手，至少连林叶舟都不将他放在眼中。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打败银蛇真人？怎么可能让玉水宫的掌教没有任何办法？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换做以前也许不会，但是现在那就肯定没错了。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只有他知道落叶竹林的掌教已经换了人，并且如今的落叶竹林掌教的确拥有方拓海所说的实力，红强半地巅峰，能与烈焰铁莲花一战。他的实力楚风亲眼目睹过，的确很强，只差一步就能成为5帝的存在。楚风师弟，你怎么这么确定？难道你认识落叶竹林的掌教？傅飞腾问道。认识，不过我认识的与你们认识的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们不要怀疑他的能力。如今的落叶竹林别的没有变化，但是掌教的实力绝对今非昔比。楚风说道。楚风师弟，我只问一句，那落叶竹林的掌教比我界师联盟的盟主如何？林叶舟问道。怕是不相上下。楚风回道。听得此话，林叶舟包括傅飞腾、司马颖等弟子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或多或少的发生了变化。落叶竹林是联盟领域的势力，若是落叶竹林真的出现了一个半地巅峰的强者，那对于界师联盟来说，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飞逝，转眼1日，眼下已经到了青木山宣布此次9世狩猎规则的时候。在这样的场合下，不管是9世还是其他小门小派，只要是有资格参加9世狩猎的弟子，全都尽数到场，就连长老与掌教们也少有缺席的。自然而然的，与楚风有着大仇的秦凌云也就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内，并且同为青木山代表弟子的他还与楚风站在一处。不过可能是碍于太多前辈在场的缘故，秦凌云只是不屑地看了楚风一眼，便没有再多做什么，全然一副不将楚风放在眼中的态度。至于楚风对他那不屑一顾的样子，也没有在意，毕竟楚风心里很清楚，如今的秦凌云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随时都可以收拾的废物罢了，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力。看秦凌云那副嚣张的样，他一定还以为楚风依然是当初那个任由他欺凌的楚风。此刻司马颖等人虽然没有与楚风等人在一起，但他却时刻关注着楚风等青木山弟子的动态。见秦凌云那样看了楚风一眼，他便忍不住低声吐槽起来。等他发现楚风已不是当初那个楚风的时候，就是他后悔的时候。傅飞腾也是笑了笑，他已经从司马颖的口中得知了当初秦凌云欺凌楚风的事。欺凌楚风？那个家伙欺凌过楚风？听得此话，苏美则是表现得很是激动。这不关你的事，楚风能够自己解决。司马颖看了一眼苏美，随后又说道。对了，你怎么这么关心楚风？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这不关你的事。苏美说道。听苏美这样一说，司马颖气得小脸通红，不过大眼睛转了一圈后又说道。怎么不关我的事？我也喜欢楚风，小心我率先一步抢到他。就你苏美突然笑了出来，当场喷了。我怎么了？我可告诉你，我认识楚风的时间可比你久多了，我要是与你抢，你基本没戏。司马颖一脸得意的威胁道。然而听得司马颖的威胁，苏美则是笑得更放肆更大声了。先不说苏美认识楚风那么多年，单说楚风与苏美的关系，那也不是司马颖能比的。司马颖威胁苏美，这可真是威胁错了人。你笑什么笑？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危机感吗？你笑吧，你笑吧，我会让你知道本姑娘的厉害的。司马颖被苏美笑得小脸通红，有些不知所措，气得原地直跺脚。而看着两个自己势力最优秀的2位小美女，却为一个楚风这般争风吃醋，林叶舟等弟子则是一脸的尴尬，但却也不好插话。无奈之下，林叶舟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才发现楚风正注视着2个人，那是一对绝世美女，也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这对姐妹花长得真的很美，五官标致，身材挺拔，曲线标致，堪称完美。尤其是那股脱俗的气质，再加上那身清秀的裙摆，俨然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动。凡是男子看到都忍不住多看几眼。楚风师弟，你可太不得道了，我界师联盟的那2个丫头正为你争风吃醋呢，你怎么看上这对姐妹花了？林叶舟传音道。
听得林叶舟的话，楚风才注意到司马颖与苏美正在为他斗嘴架。而对于这一幕，楚风也只是笑了笑。他知道司马颖并不喜欢他，只是拿他当朋友，所以他们两个纯粹是斗嘴，根本不是什么争风吃醋。林师兄，你就别拿我说笑了，我只是觉得万花绣院的这两个女子，在九世的众多弟子之中，有些与众不同。楚风传音回道：“楚风师弟真是好眼力，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林叶舟说道：“这两个丫头，一个叫做聂婉儿，一个叫做聂希儿，不仅是对双胞胎姐妹，还是万花绣院最强的两位弟子，并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她们很强，是在座弟子中最强的，也不为过。3年前的九世狩猎，他们两个便联手夺得了第1名，并且还是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第1名，这么厉害！”听得此话，楚风也是有些诧异。他之所以观察这对姐妹花，也是发觉这对姐妹花有些实力，但没有想到她们竟然拥有横扫其他弟子的实力。同样是9品武王，她们能做到这一点，肯定是有不凡手段的才对。当然厉害。你知道为何你青木山的第一弟子秦问天一直闭关，就连这一次的九世狩猎都不参加吗？林叶舟说道。为什么？楚风问道。因为他当年惨败于聂希儿的手中，受挫了。林叶舟说道。